所以你有什么需求，随时提出来。是我们需求非常多。啊，你也知道，这里有一个超长的阶梯。强强的表情真的是早早对不来了。拉巴特，是一个很有美感的城市。这应该是摩洛哥最不漂亮的城市，叫做坦吉尔。它的特色呢，就是司机非常的不耐烦。软皮厂，好酷哦！他们是人进去这样踩。听说这些人的脚大概工作几年，他们就会整个啊。今天我们要来面对的挑战，就是因为强他第一次跟团，所以很不习惯跟团的一些限制。他昨天就跟我 update 很多事情，然后跟他们的需求，然后还有我们可能可以怎么调整。所以刚刚 Kat 就给了我很多建议，这样子，加上我们也调整了一些这个饭店的时间，然后就感谢 Kat 他这个非常临时的弹性调整，我觉得 Kat 真的是非常强。来第一天。我开始上工了，因为我刚刚在那边排行程排大概一个多小时。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车程多久，什么时间点会到这里，你什么时候可以睡觉？你好像射箭哦。希望强强这次的体验也很好。你很认真的跟我们对。对啊，这让你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过，让你不要紧张。对，我们就开心玩，轻松玩。好的。我们刚刚说嘛，所以你早上呢5点就会是你大概自然醒来的时间，然后你可以花3-4个小时化妆，8-9点的时候吃早餐，到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饭店吃晚餐，所以 check in 完饭店，一吃完晚餐，你就可以洗澡休息了。然后午餐结束之后就往下一个地方走了，所以它都有拉车。然后你在车上也可以休息，这样。然后拉车完之后，基本上就是 check in 饭店，然后吃完之后晚餐。好，一样18、19、20。好，谢谢阿迪老师。赞，这样子都有了，耶，可以。那你们有比较不紧张？还是很紧张，没问题。有我跟 Kat 在，总是很紧张。因为我们其实团都还蛮 chill 的，然后大家也都很好相处，所以你有什么需求随时提出来。是我们要需求非常多。啊，你也知道，或者是我们需要分开行动也可以。OK， 没问题。OK， 好，出发。谢谢啊。有个人一大早就在那边耍漂亮。他早上5点起来化妆，我跟小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看这次 Clash 会处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扮演一个稳定军心的角色。没错，我们现在人在 Rabat， 然后今天是第一天，我们就来开启我们的旅程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天的饭店中间是一个超级漂亮的水池，哇，好有特色哦！入口进来之后，这边就是一个水池，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是一个邮局，然后这边邮局为什么需要？哦 ，fountain 啊 ，fountain 是什么 ？fountain 好严格啊，你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强整个团队都叫我阿迪老师，然后现在连 Kat 都开始叫我阿迪老师 ，stop。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天井或者是秘密花园的一个盖法，然后我是住在2楼的这个房间，每一个门啊、走道都非常的有特色。这次有2个熟面孔哦，这是谁呀？哇，我们真的是旅游会友跟我去北极的兔兔，还刚刚在意大利一起煮饭的 Carrie， 我要出现了。Only One Travel 团，我们这一团浩浩荡荡。这次 Kat， 哇，你这次史上最大团你这搞事搞事！我这个小镇好有特色整个都很漂亮。今天强的影片企划居然是他们一整天姐妹只能跟我讲英文，还要帮我翻译导游讲的导览。We know your English is very well. 没有，我英文不太好，我可能需要你帮我们翻译。OK, no problem. 交给你们了。大家如果要看这支影片，可以去强的频道。这边好漂亮哦，12世纪就有的一个古城，然后到现在还有2000个人是真的就住在这边的。到处都是猫咪。这边因为也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伊斯兰教是非常喜欢猫咪的。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以爱猫闻名，所以在伊斯兰教里面，猫咪是纯洁的象征，所以自然而然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把街猫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家猫的养。现在这里走到可以看到全景，整个城市、整个海、天空融为一体。兔兔上工了，有练功夫的吗？这个胯部，这个腰力。可以哦，好，耶！
可怕可怕可怕！哇，很赞呢。你要不要一模一样的？做个对比，一样的动作，一样动作，好 ，OK。你要很自然的，一只手抓着这个，对，然后头往那边看，这样倒，这样倒，好，这样子看 ，OK， 好，很好。能看吗？我就问。看一下，要把两个拼在一起。对，要把两个拼在一起。然后这边有 Imperial Guard 左右都有。我们现在这边是之前曾经会是世界上最大清真寺的基地，但它没有盖完，所以现在就只剩下这样子的地基。唯一有盖完的就是这个宣礼塔。它这个宣礼塔前面还有一个喷泉，还有一个广场，B1还有图书馆。顶级宣礼在后面盖的这个国王的陵墓是摩洛哥1955年独立之后第一位国王在1961年过世帮国王盖的陵墓，然后旁边也有一个清真寺，后面这个清真寺 all the way 用那一个宣礼塔，所以也算是一个古迹的重新利用。你很像当地人穿着很像很适合这个地方，难得不用探险。之前有稍微看了一下摩洛哥的历史，它也算是一个文化大熔炉。他们有当地原住民柏柏人，后来阿拉伯人入侵，然后变成是穆斯林。然后他们还以摩洛哥为基地往北打，然后把整个西班牙都打下来了。后来呢 ，Reconquista 又被打退，到近代还有被法国殖民，所以官方语言非常的复杂，每一个人都至少会2-3种语言，是阿拉伯文、柏柏人的原住民语、法文，然后英文，甚至西班牙文。这边太阳好大，是凉的，但是太阳蛮烈。被发现。拉巴特，是一个很有美感的城市。这应该是摩洛哥最不漂亮的城市，哦，然后我们都拍成这样，因为它就是首都。是比较像政治中心这样。对。我们在离开拉巴之前，变一个魔术给大家看。看，这是一张牌，上面写 Ray， 好，特制的牌哦。你看我把它这个我要变出一个东西哦。我把这边这样子折半之后，再折对半，变这样之后。放在我的手里面，来看，来，没有剪辑哦，没有剪辑哦，看哦，看变成什么？1、2 ，eSIM Fun。如果你出国常常担心自己的 SIM 卡会变不见，那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使用 eSIM。使用 eSIM 最大的好处就是出国不用换实体卡，你原本的 SIM 卡可以乖乖的待在手机里面。那现在市面上提供 eSIM 服务的平台有很多，但是我每次出国都是使用 eSIM Fun。除了有官网可以用，他们还有一个专属的手机 App， 不用笔电也可以随时下单。App 的界面很清楚，可以看到他们所有提供网络服务的地区和流量方案。有需要的话，还可以透过 App 及时呼叫真人服务。出发前只要打开 App 选好网络方案，下单5到10分钟后就会收到 eSIM 的 QR code。这边真的必须要赞叹，每次使用 eSIM Fun 都会被他们的效率震惊。一下单之后，几分钟内就马上可以拿到你的网络 QR code， 而且网络速度真的也很快。像我上一趟去意大利，我在所有的同行里面，我的网络是最快的。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拿到 QR code， 在有网络的状态底下，就可以连上 eSIM Fun 的网络方案了。用手机简单设定就可以连上行动方案上网的，可以是抵达国外之后用机场或是饭店的 WiFi， 又或者是可以出国之前就在台湾先设定好。如果你的手机型号不支援 eSIM，eSIM Fun 也有实体卡可以选，下单之后最晚隔天就会寄出，非常的有效率。现在 eSIM Fun 正在推出优惠活动，买2件第2件半价，3件买2送1，5件买3送2。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eSIM 的官网看看，我会把所有的优惠链接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好，那我们接着跟着 eSIM Fun 一起继续探索摩洛哥吧。这是我们在坦吉尔的住宿，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对面那里就是西班牙了。怎么样？整个气氛不一样了哦，看起来我们已经来到另外一个城市了，叫做坦吉尔。它的特色呢，就是司机非常的不耐烦。没有，它的特色是，它在整个摩洛哥的最北边，对岸过去就可以看到西班牙。丘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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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丘巴巴？出发吧。出发吧。出发吧。然后因为它离欧洲这么近的关系，你会看得到欧洲的建筑特色，同时有穆斯林的古城。在这个城市，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它这边的 Medina 古城。
作为旅游 YouTuber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之前拍过的影片会串在一起。像我们之前去过土耳其，我们有拍跟拜占庭相关的历史。这里啊，拜占庭人也曾经统治过，还有罗马人、腓尼基人，然后穆斯林从这边往北攻占西班牙，然后进入到欧洲，能够亲自来到这些地方，觉得非常的酷。大概7点多，刚好是黄昏的时候，太阳非常漂亮。这个就明显看得出来是受欧洲影响的建筑物。我刚刚听到一个小知识，就是 Medina 这个名字在阿拉伯文里面的 city 的意思，所以所有的那个旧城区都会叫 Medina。他不知道要带我们去哪里，他是不是迷路了？他刚刚犹豫了一下，这是 secret path. This is normal path. 看你好河这里哦，这边还有一个在跳舞的 NPC。这个到底是要走去哪里？看得到一些城市景观了，我们再继续往上爬，这边才是 Tangier 最主要的入口。要爬到这么高哎，真的是一个建筑在山丘上的城市。然后现在刚好黄昏了，我们来去看 sunset。哇，这里好美哦！这个建成好漂亮哦，有紫色、粉色的。这个城市已经2000多年了，但这边最重要的应该就还是这个，就是 Strait of Gibraltar。然后这个名字是来自在8世纪的时候的一个波人的将军，他就是往北然后征服西班牙的那位。他等于是征服过去之后，这整个海峡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大概700年之后，西班牙完整的地区才重新回到基督教的掌握。这边要看到要稍微爬一些山丘，但我觉得很值得。早安。你摩洛哥的制装怎么这么缤纷啊？你跟兔兔为什么都这么缤纷啊？同一家店吗？我要去那个奔丧了，对。我穿的好朴素哦。然后我刚刚得知，Tangier其实是摩洛哥的第2大城市，这边又离西班牙那么近，对，很重要的港口。那我们今天会再去Tangier最后的2个景点来 wrap up 这个城市。OK， 每一天的例行就是强要耍漂亮。强又在拍漂亮照了啊！而且他妹妹还在后面，超级荒谬的这个整个画面。到了一个风很大的地方，这个叫做 Cap Sparto， 然后我们现在在最尖端的，直接看到 Gibraltar 海峡。19世纪算是蛮古老的一个 lighthouse， 建造的时候还是在那个穆斯林的王朝当中，中间1912年法国才 take over， 后来现在他们独立，重新恢复之前的那个王朝，所以这个 lighthouse 是在穆罕默4时期盖的。然后1955年重新独立，穆罕默5，然后穆罕默5的陵墓我们之前在首都有看到嘛，然后现在 Morocco 的国王是穆罕默6。好，然后我们再走下来一点呢，感觉 same 一样，但是呢，这个是右边是地中海的，然后左边是大西洋，这2个海洋中间只隔一小小的这个开口，就是 Gibraltar Strait。这边的历史象征意义真的很大，大航海时代，因为当时候世界探索的中心就是地中海嘛，从这边出海，然后到大西洋，然后一直到美洲，再把那边的作物啊、文化啊带回来到欧洲世界里，包含番茄也是那个时候才进入意大利的，所以在意大利番茄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食材。哦，相当的酷哦！这个是海格力斯的洞穴，那个大力士，罗马时期就存在的神话角色，他是神跟人的儿子，混血儿，然后据说完成了12个任务。然后当时候这边很重要，是因为罗马人、希腊人把这个海峡称为 Hercules Pillar， 以他们的世界观里面已知世界的尽头。然后因为这些古希腊的神话都是会有一些实际的根据，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这个洞穴里面完成了，然后他好像也有在这个洞穴里面休息。这边感觉都是新盖起来的结构，但它这个洞穴自然的形状应该是这里，然后可以面对海洋，从这个小小的缝隙，海浪的声音不断的传进来，真的好像人的脸。这边是鼻子，然后下来是一个张开的嘴巴，人在喊叫。导游刚刚说，如果是从正面看过来的话，也很像非洲大陆。传说中他为自己凿出来的卧室就是在这里附近。好，我们来做一个房间的开箱。这边的采光不是到非常的好，然后也没有到很通风，它的动线规划没有到特别的优。但是这里有一个看台，从这个窗户看到外面。这里如果是一个台北的房间的话，可能一坪还是要60万。
这边还有一个自然的水景，这里哇，这好可怕，完全看不到哦。里面有水，它这个不是海水哦，山脉流下来的水。这里还有一个淡水园，一瓶变65万。还有你科技哦，来看一下里面。哇，你敢喝吗？我不敢。他刚刚说不咸，然后想说，他刚在我面前喝了一口哎。真假的？真的，他喝了一口啊，对啊，胃是铁打的。摩洛哥的最北端城市坦吉尔就完成了。我们在切夫肖安的住宿大巴 CD。可以把行李放在这边，他们会帮我搬进去。哦 ，OK， 好。服务非常好。然后结果我行李就不见了。屁啦！非常的浪漫唯美，这很适合拍婚纱。太有浪漫吗？没有。开箱一下房间，怎么样？简单的 twin bed。嘿呀，山景。嘿咻。哦，厕所就比较小一点了。强强直接融入这个地方。强强，我跟你讲，我刚刚在游泳池里面有看到一只蛇。小湾的古城入口也是一个这种石造的大门。哇！一进来会看到非常多的蓝色在他们的建筑物上面。它是一个筑在山丘上面的老城，好迷幻哦。它是从墙面到地板蔓延，甚至是这些花盆也全部都是蓝色的。露天的洗手台都是花砖。看来今天是特别穿白色嘛？我们今天整团都是老前锋。我有配，你看黄色的帽子，我想说黄色跟蓝色应该蛮搭的。这个城镇呢，它是在15世纪末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都来这里住，所以才会变成蓝色。因为蓝色在犹太教里面就代表神，这个天空，象征说他们在这边敬畏神。然后当时犹太人会跑来这个社区，是因为当时在西班牙的天主教算是宗教迫害他们，就把他们全部都驱逐出境，所以他们就跑到了一个邻近的北非摩洛哥这里，然后就在这边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社区。当时候的穆斯林对于宗教自由是还蛮开放的，跟他们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土地，但是你要多缴一个税，所以后来摩洛哥就变成是一个犹太人数量蛮多的国家。这边有非常多的纪念品店，五颜六色的。强强的表情真的是，你还好吗？跟过这样子，早早对不来了。我们为了美景牺牲，但是我们待会帮你安排一个广场，你就在里面休息。OK， 休息完之后我们就再回来接你。有没有？强强抓到一个空档，开始在拍业配，精力满满。你只要找到一个空的角落，都会超级漂亮的。但缺点就是要爬非常多的坡。我们现在这样进来已经走了1个小时了。哦，我觉得这条最漂亮。哦，好啦，我说请大家喝，1人1杯。谢谢 Lawrence。不客气，不客气。那这里还有一个专门给喝果汁用的景点。好甜哦。这里有一个超长的阶梯，你觉得你姐可以吗？他已经到别人背了。真的。救命啊！太猛了！我们现在目前是走了大概1个小时，我最多只能走1分钟，因为我最多只能走1分钟。我百货公司的那个车位都停在电梯门口，真的不简单，你怎么活下来的？我们肖安完成了，它是从头到尾大概2个小时的脚程里面，放眼望去全部都是蓝色的。这蛮吃向导他的功力，知道说哪一个角落哦，对，它其实弯弯曲曲的。我们刚刚就在这里面乱窜，真的是密密麻麻的。今天是我们在菲斯的一天，来到超大的皇家广场。我们后面呢就是菲斯的皇宫。我觉得来这种导览呢，这个导游真的是宝藏。如果你有认真听他讲的介绍，你就会开始慢慢拼凑起来这个国家的各种历史跟文化。身后的这个皇宫是属于阿拉维王朝的，因为摩洛哥是一个王国，所以他们的国王一家人如果来到菲斯的话，就会住在这里。里面是没有开放给游客看，但是你光是看这个门口，非常的漂亮，金碧辉煌，然后很多花纹的砖块。我们在 Rabat 不是有看到一个穆罕默德5世那个国王的陵墓吗？这个国王是视为独立的象征，因为他把摩洛哥从法国的统治当中独立出来。但其实阿拉维王朝它是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国王的血脉跟17世纪阿拉维王朝刚统治摩洛哥是一脉相承。所以说阿拉维王朝在摩洛
洛哥实质统治是快要400年，是摩洛哥最长寿的一个王朝。那个王朝中间，在1912年之后，他们被欧洲的西班牙跟法国瓜分了北部跟南部的摩洛哥。法国殖民起点也是在菲斯这个城市，他们在1912年签了一个菲斯条约。有一个意大利文的导游我在旁边听得懂然后他们建筑物里面有这么多马赛克这种瓷砖，也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的关系，不能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就用纹路来创造出一种雄壮感。绿色最重要是伊斯兰的象征色，就代表天堂啊、生命。黄色的话代表是沙漠、黄金，然后蓝色就是水。待会应该会去参观一些菲斯有名老街里面的那些工匠。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Fes 这个古城的全景。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瞭望台。这里面是完全不可以有车子进去的，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无车区，第一个在摩洛哥王朝最古老的城市，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个首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 workshop 了，现在就有个工匠他在涂色上色，然后墙壁上面我觉得很酷，他讲说摩洛哥有3个文化，第一个是当地的柏柏人文化、犹太人文化，然后伊斯兰阿拉伯文化。Like this one. We give it to his partner to undercut it like this one. 哇，所以这些它真的就是一块一块这样子，用锤子把它敲成型之后组装在一起，这手工好复杂。整个切完拼完之后会长这样子，超美。你看完他们是怎么制造之后，他们的价格是蛮划算的，感觉要进入销售环节，不知道会不会叫我们要买。产业一条龙啊！制作完之后烧完，然后就把客人带来这边，难怪是免费。免费参观完之后，大家对这个产品很有兴趣，然后就在这边大开杀戒。盘子本人，像这种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会比较便宜，因为它是一大块一大块拼起来，1500欧。这一种非常的精细，都是3000欧，9000欧元，4个是600欧。这里就比较便宜一点，4个是200欧。在逛了一圈之后，我下定决心，我要买这个，有没有很漂亮？对，就是这个。带一个小纪念品嘛。这个只要10欧。我买那个门牌。门牌哇！想说我工作室是14号，就买了门牌。那你要反过来，好漂亮哦！他说这个里面有一个不规则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找出来1分钟内的话，他就把这个送给我。Here。Exactly, you can now check the safe for free. 是黄色的，黄色。这里没有黄色。干这个真的很重。发现那个马赛克瓷砖这么贵，我觉得我们住的饭店突然变得很便宜。那个饭店到处都是马赛克瓷砖。那我们现在要正式进 Fes 的 Medina 古城了，从这边开始就全部都是徒步区了。昨天有跟强强他们预告说今天大概的行程长怎样，所以他们今天是决定就待在饭店。真的很神秘，我们现在要走到这么暗的巷子里面。这里也没有灯光啊，全部都是自然采光，是天井。果然是最老的古城。我们前面几个城市拜访的 Medina 都没有这么的狭窄。我这里不跟上的话会迷路大家在这边。现在走入了一个 marketplace， 果干的啊、蔬菜的啊，还有生肉的。摩洛哥的东门市场，但这边其实蛮香的，很多香料跟那种腌制品的味道。它顶上的通风也很不错。哦，这边这一摊就是卖骆驼肉。这边有一个古老的洗衣厂超酷的。这边是一个纺织区，5颜6色的，这边好酷哦。它这里一区一区的，就蛮井然有序的。每一区就是卖特定的一个物品、商品种类很多，有种融入了当地生活的感觉。现在来到了全世界最古老到现在还有在运作的大学，在这边菲斯大学或者是卡拉维因大学，创办在859年，然后是一个知名女学者创办的学院。然后它现在改建成清真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只能从门口看。哇！这里是什么啊？染皮厂，
好酷哦！听说这些人的脚大概工作几年，他们就会整个废掉啊，因为那个色素，自然色素，他们是人进去这样踩的，而且好臭，因为里面都会有好臭皮的残渣，像内脏或者是粪便，所以他就发这个给我们。对，我们刚刚一入口就拿到这个薄荷，很真实很真实，皮就在那边。白色这一区是这里洗完之后会把皮泡在这边，然后里面放的是鸽子的大便在里面，把它变软，把皮革变软。这样大家会想要买这个皮吗？这个是用最古老的制成做成的皮革产品，但我自己是会觉得我这样看到他们这样做，我会没有到很想买，太残忍了。我们现在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也是可以把所有的历史都串在一起。这是摩洛哥在1944年签的独立宣言。刚刚说的那个阿拉维王朝，在1912年就是在菲斯签了一个条约，然后法国变成他们的保护国，但实质上摩洛哥王朝只剩国王。政治、军事还有外交全部都落到法国的手中。这个是1912年，然后当时候的摩洛哥人非常的不满，甚至在菲斯有发生起义事件，但是被法国镇压下来。然后接下来的几十年呢，法国跟西班牙共同瓜分了摩洛哥的土地。就是1944年签的这个宣言，就是在这个隔壁街的这栋房子里面签的。你不要看它看起来很朴素，但它其实走进去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旅店。然后10年之后，在1956年，穆罕默德5世的带领之下，整个摩洛哥才再次的独立出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趟安排的真的是刚刚好，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座城市 Rabat 有看到穆罕默德5世的陵墓，然后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国王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也就是争取到了他自己王国的独立。好，虽然这样结尾很奇怪，但是呢，我们在 Fes 的最后一站，反而是这整个古城的最有名的入口，就是这个蓝门，这个新门的旁边，这个才是真正原本的古迹。当时候的城门是这个小的侧门，这一整个是新盖出来的。这个城门建造时间是很最近的事情哦，1913年，那个时候摩洛哥已经是法国的保护国了。然后会用蓝色，是因为马赛克砖块里面那个蓝色是从 Fes 开始散播出去，所以 Fes 也会被称为是蓝色之城。你这个城门走过去之后，前面是我们刚刚有走过的老城区，但是我们从这里回头看，会发现它另外一面是绿色的，代表伊斯兰教跟天堂的颜色。那这样我们菲斯城市就探索完成啦。我们的住宿实在是太酷了，直接是在古城的巷弄里面，然后我们还要靠这个行李的 porter 帮我们把行李推上来。哇！这边超级错综复杂的，我们已经上下楼梯2次，它其实是4间分开的房子，然后透过楼梯的系统连在一起。闯大地游戏吗？哇，这里又大有一个大空间，好凉哦，好酷哦！这个顶，哇，这边是可以再连接到外面的。哦，我们房间的入口在那边，但是饭店主要入口在这里。它其实这2间房子离很远，它上面还有一个连接起来的空间，只有回到最开始的原点。它还有迎宾饮料，不错，好特别哦。好，这是我的房间。哦，花瓣，这里好香哦。这里一看出去就是那个中庭，浴室，哦，浴室也是相当，哇，有浴缸，哇，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浴室，很漂亮，是我目前住到最奢华的房间。好，我们在摩洛哥的行程6天，跑了4个城市，开箱给大家看。这几天跑下来，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是菲斯，因为它的古城最有特色，不管是它狭窄的走道、乱中有序的商店区，都让我印象最深刻，然后也让我买了最多东西。然后再来应该是喜欢 Rabat， 因为自己到处乱逛也都还蛮方便的，然后也有很多漂亮的古迹可以看。然后再来应该才是肖安，然后最后是坦吉尔。肖安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但是你走上去之后，其实大部分的景象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坦吉尔的话，比起其他3个没有特色的一点，就像是一个一般欧洲靠海的城市会长的样子。可能它主要的亮点是你可以走到地中海跟大西洋的交界处。那我们走访这4个城市，也把整个摩洛哥有点从古代到后来被殖民，然后到现代，基本上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都顺过了一次，感觉到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国家。那如果有什么讲错的，或者是你亲自也来过摩洛哥，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提出来。然后最后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会去到4大皇城之一的 Marrakesh。如果说菲斯是称作蓝色之城， Marrakesh 就是红色之城，它的景观清真寺还有古城区也都非常值得看。那这支影片因为太长的关系，所以这第5个城市我们会放在会员影片。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我们在 Marrakesh 的旅程的话，欢迎加入阿迪英文的会员。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